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今天选的禅师的一些原文的文章段落，以及一些课后的一些回复。呃，因为禅师的这个原文呢，最好的办法是通读一遍，因为它有108课，最好的办法是通读一遍。但是这个是需要个人去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现在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每一课就每一周从头到尾的跟大家读一遍，但是这个时间所需要的时间就太长了，因为它每一篇的文章，有的长有的短，所以说，嗯，而且我现在的个人能力的话，也没有办法非常好的呃给大家分析出来。所以说我只能选择一些我认为对我帮助比较大的一些段落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以及还有他一些课后的一些回复，这就是我在周末漫谈里面加入这些的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是第49课，利润率最大的操作模式，禅师在07年4月26号的一篇文章。那看一下这篇文章里面我选出来的这几段。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弄差价，似乎所有的机会都可以弄，但如果从最严格的机械化操作意义来说，那么只有围绕操作级别中枢震荡的差价才是最安全的，因为肯定能做出来，而且绝对不会丢失筹码。在成本为零后的正筹码操作中，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确定了买卖级别后，那种中枢完成后的向上移动时的差价是不能做的，中枢向上移动时就应该满仓，这才是最正确的仓位。而在围绕中枢差价时，在中枢上方仓位减少，在中枢下方仓位增加。注意，前提是中枢震荡依旧。一旦出现第三类买卖点，就不能回补了。用中枢震荡力度判断的方法，完全可以避开其后可能出现的第三类卖点的震荡。所以说，我在平时的解盘中也是经常提及我们的这个震荡操作策略，对吧？一个周期，任何一个周期，你先找这个周期的这个，换一个，这是我们的缠论模型，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了。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当然有很多变形啊，对吧？可以是这样，然后可以是这样，然后可以是这样。我只是其中画一个，很多的变形，但是都离不开你要么是两中枢，一个中枢也可以，一个中枢盘整也没有问题，对吧？这是一个中枢，它俩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趋势那么就是两中枢，盘整就只有一个中枢。所以说走势类型，它们俩都是走势类型，这两个都是走势类型，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所以说走势类型的时候，既包含盘整走势类型，也包含趋势走势类型。所以说不是，就是一说走势类型，不是必须要趋势，不是必须要趋势才可以完成，盘整也可以完成，也不是说只有趋势走势类型的利润就比盘整走势类型的大，也不是这样的。禅师也讲过这种例子，对吧？所以说，不要固化的认为一说走势类型就一定要是趋势，说盘整也可以。那么他说，禅师说，在这个中枢完成后向上移动时的差价是不能做的，这个大家有没有理解过或思考过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中枢震荡的时候，你在这做差价是没有问题的，它在这来回震，对吧？你在中枢上方减仓，在中枢上方加仓，是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仓，下面是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仓，而不是任意位置。至于它什么时候力度衰竭，你需要利用区间套的这个方法，降低周期，看它的次级别，甚至是次级别，才能找到更精确的拐点的位置，晓得了吧？这种精确的拐点的位置，你在本周期是发现不了的，你需要降低周期的。所以说，这是需要你的多级别联立，
需要你把至少3个周期的级别联立起来看才可以。单看一个周期的话，你是很难抓到那个拐点的那个位置的。然后很多人简单的以为就是说啊，中枢上方那个就要卖，中枢下方就要减，那个中枢上方就要卖，中枢下方就要加。那么万一它这个中枢突上去的不回来呢，那不岂不是卖飞了吗？对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虑，对不对？所以说不是任意位置都要卖都要减，你要去观察它的内部的，这是结合起来看才能明白这个意思。那么只要维持中枢震荡，它只要在这里继续中枢震荡，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利用禅师说的这个利润率最大的这个操作模式，就是进行中枢震荡就可以了。但是在中枢向上移动的时候，比如说这段，它在中枢向上移动的时候，这时候你是不能做差价的。这种移动的时候，你要做差价的话，容易卖飞的，就是容易卖飞的。所以说，中枢移动的时候就应该满仓，这才是正确的仓位，对吧？在它震荡的时候，你可以上方减一减，下方加一加。但是它在移动过程中，单边，这也就是单边跟趋势的区别。单边的时候，你就应该满仓，或者说仓位非常大，拿着仓位非常大。你这样的话，这个中枢向上移动，给你带来的利润才是最丰厚的。那么如何判断现在是做单边还是做震荡呢？那你就要去降低周期了呀。那你单在这个周期上的话，比如说它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那么前三段我们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中枢，对吧？因为有前3笔的一个重合之后，这个中枢就成立了。有前3笔之后，中枢就成立了。那么是不是那个只要不脱离中枢，只要不脱离这个中枢，那么就是中枢震荡。什么时候开始表现出来脱离呢？就上去了，然后一次回来回不来了，要有一个3买，或者说是往下走也可以，然后一个反弹有一个3卖。你发现了3买3卖之后，你就要知道了，这个时候它可能不回来了，要出现中枢移动了，要么往上移也可以，要么往下移也可以。这里面这个记住，不是说这个中枢只能向上走，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这里面这个进入，那前面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向下呢，这个可以是一个跳空缺口，这里可以是一个跳空缺口向下。所以说，不要认为你画的时候这里是向上的，它就一定的中枢方向就一定向上。这里我也要强调一下。所以说啊，那么它也是可以往下生长，从这里往下走，然后给到一个3卖。所以说，如果出现你发现了3买3卖之后，那么这个中枢就要向上生长了，这就是向上生长段，向上移动时你就应该满仓。这个时候是不能做差价的。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呢？就是它回来了，你发现又开始震了，这个时候是可以做的差价的。不是任何的位置都能做差价，所以说单边和震荡是不同的。那么那个对于我们中枢来讲，出现单边的可能性的时候，就是出现了3买或者是3卖。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如果这个中枢完成的向上移动出现背驰，你就要把所有筹码抛出，因为这个级别的走势类型完成，要等待下一个买点了。如果不背驰，就意味着有一个新中枢形成。注意，小级别转大级别其实并不复杂，一样可以看成一个新中枢，只是该中枢有可能和前面的重合，而趋势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该中枢就可以继续用中枢震荡的方法短差，然后再继续中枢完成向上移动，直到移动出现背驰。什么叫中枢向上移动出现背驰就要把所有筹码抛出呢？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那个盘整的时候，这是震荡，然后向上移动，哎，出现背驰，就是这个3，我经常说的这个第3段跟第1段比较，它有背驰，这个时候它完全可以结束了，完全可以结束这个盘整的走势类型，完全可以结束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把所有的筹码抛出。当然了，这是针对这个你的筹码或者你的资金量并不大的时候。那么如果说你要是长期操作一只股票的话，那么这个周期操作完了，那么你还可以留一点底仓，或者说你的成本比较低的时候，那么这个回撤的时候你还可以去做空，对吧？这段回撤的时候，
你有能力的话，当然可以去对冲了，甚至去做空它。如果说没有能力的话，那你就等待它再次回撤完成之后，那么再次去进场，新的买点出现的时候。所以说，在这个禅师说的是向上移动出现背驰，要把筹码所有抛出，是指的这种情况。好的，继续往下看。该模式的关键只参与确定操作级别的盘整与上涨，对盘整用中枢震荡方法处理，保证成本降低以及筹码不丢失。成本为零后是筹码增加。当然，对于小级别的操作，不会出现成本为零的情况。在中枢第3类买点后持股，直到新中枢出现，继续中枢震荡操作，中途不参与转差。最后，在中枢完成的向上移动出现背驰后，抛出所有筹码，完成一次该级别的买卖操作，等待下一个买点出现。这个我刚才跟大家已经画过了，就是我们刚才画的这种一个下面有一个趋势，有一个中枢，然后继续往上生长，然后出现第二个，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对吧？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缠论模型。那么这段话就是解释这个。很多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个模型，或者说学习这个方法的原因是，就是说你学会了这个的操作方法，你可以适用于任何周期的。我不是说我每天的解盘，或者说某一个人他天天在用5分钟、15分钟、30分钟在做操作，甚至是看1分钟、5分钟、15分钟在做他的那个日内交易。你可以把这个周期，你可以把你的3个周期定得非常大。你可以用年线、季线、月线作为你的操作周期也没有问题。无论你用哪3个周期或哪3个立体的那个结合的周期或方法，你的分析方法、你的交易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一样的。那么至于你想用哪个周期，是适用于你个人的。所以说我们学的是方法，不要觉得我们每天在讲15分钟，或者说甚至再讲1小时，你就一定要按照这个模式来做，而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方法适用于任何的一个周期，这个周期需要你个人来定，需要你根据你的自己的时间来定，主要就是你能否，比如说你看盘的时间特别少，你是上班族，你每天可能只能下班了瞅一眼，那么你看太小的周期就不适合于你，太小周期的那种盘中震荡也好，或者短期的那种波动是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的。如果你说啊，这个震荡我承受不了，或者说我不能够接受这个震荡，那么说明你选的周期有问题了，对吧？你可能需要把你这个周期降低，甚至是抬高。那么这就根据你的自己的实际情况了。所以说一定要灵活的来看这个问题。在中枢震荡中，本质上是应该全仓操作的，也就是在中枢上方全部抛出筹码，在下方如数接回。当然，这需要高的技术精度。如果对中枢震荡判断错误，就有可能抛错了，对吧？这就是卖飞了嘛。所以对不熟练的可以不全仓操作，但这有一个风险，就是中枢震荡后不一定就能出现第三类买点。可以直接出现第3类卖点就下去啊！我给大家画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这种情况，出现中枢了，你在这做中枢震荡玩呢，对吧？然后它上去了，它可以不出现3类卖点，直接杀下来，从这个位置直接杀出来，给你出现3卖，就直接完事儿了。也可以不出现高点，我这个画的是带高点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画出不带高点的，哎，也是中枢震荡，是这样。你从这个位置，你当成进入段，然后你在这里假设它这里要做离开，一直等着能够要出一个高点，打掉这个小高点，它不给你这样出，它可以完全可以往下走，然后给到你一个3卖。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况就是前面的下跌没有结束，所以说不要一根筋觉得一定要往上涨，在中枢震荡的时候，它就是中阴段。中阴段是没有方向的，是可上可下的。唯一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不再继续中枢震荡，就是3买或者3卖。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喜欢做突破交易，我们在缠论里面是不做突破交易的。很多人喜欢做突破交易，哎呀，这个位置到这儿了，他就喜欢往里进了，对吧？说是这里要突破，走一个强势离开，那个多美啊，对吧？很多人喜欢买突破，
但是在缠论里面，我们是不做突破交易的。什么时候可以去判断这段是有可能出现强势拉升离开呢？还是一样的，在本周期你是很难发现的，你需要降低周期去看这一段的这个小周期，你需要降低周期之后。那么它的小周期上，如果说是以浪形的这种模式往上走的话，那么有可能它就要强势离开这个中枢了。如果说这段离开跟这个进入段还能不被持的话，哎，那么这就有可能要出现第二个中枢了，对吧？如果说这个离开，你发现它里面走的非常纠结，再换一个颜色，弄个黑的，换一个那个在下面走的非常纠结，然后上去了，也是这是我说的它的次级别，然后也是走完了。那么就是对应的这段，它走了这么一笔，那么很难离开呀，对吧？因为它的内部已经有2中枢了，很饱满了。你说这段它能打出去？不可能啊，力度已经很饱满了，被拉过来的可能性更大，对不对？就是怎么能够判断这个不具是能够很牛的，或者说很强势的打出去，能够脱离这个中枢，在上面形成新的中枢，那就看它的次级别。所以说，在缠论里面，我们是不做突破交易的。那么也不是说那个不做突破交易，而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去对应啊，我这里就要突破了，我就要买入，而是我要看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的结构的。如果说这个结构非常猛，结构非常简单，结构越简单，什么叫结构简单？就是它这种以波浪那种形式，浪形的这种形式往上走的话，不带中枢，这个中枢我们在缠论里面叫类中枢，这个中枢叫类中枢。好吧，所以说以浪形的模式往上走的时候，这个结构就叫简单。什么是叫结构复杂或者叫结构饱满呢？那就是带中枢的这种情况。这种，它如果说以这种模式往上走的时候，那这个结构就是饱满的，它就是相比较于你以那个浪形往上走的时候，它的那个结构是饱满的。结构越饱满，说明力度相对就是弱。结构越简单，说明力度越强，说明某一方的力量越强。如果说下跌的话，那就是空头的力量特别明显；向上的话，说明多头的力量特别明显。它敢于拉升，说明这个它有这个有可能基本面肯定是有配合的，不可能说像很多股票那种。当然，小股票的话可能是被操纵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炒，或者说不愿意跟踪一些小盘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更容易被几个机构或者1、2个机构就能控制住，因为它盘子很小啊，几个机构的资金就能够完全控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从基本面来分析的话，那就比较有难度的，对不对？所以说，还是要结合基本面比价关系，然后再看技术面。我们虽然说每天都在说技术面，不是说技术面就更重要，而是3个方面都重要。你只有在基本面和比价关系这2个面选好之后，你才需要着手看技术面。如果说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根本就跑，我们根本就不看它，对吧？我们找的是要长期能够跟踪下来，长期操作它。这个公司只要中长期的趋势向上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做它。所以说，虽然说每天都在说技术面，不代表技术面就最重要。恰恰相反，另外2个面，在他们好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来做技术分析。当然，有一种磨练方式是可行的，就是宁愿抛错了，也要严格按方法来。毕竟，就算你的技术判断能力为0，抛错的几率也就是50%。后面还有一个第3类买点可以让你重新买入。如果抛对了，那可能每次的差价就10%以上。别小看这中枢震荡的力量，中枢震荡弄好了，比所谓的黑马来钱快，而且安全，可操作的频率，高多了，实际能产生的利润就更大，对吧？禅师多次在文章里面说，宁可卖错也不要买错，你卖错的几率也就是50%，而且后面还有一个3类的买点。你在这做中枢震荡呢？你在这做中枢震荡的，然后上去了，你这边卖了，它上去之后，但是还会给到你一个3买，让你重新买入，对吧？这个你再买回来，上面的后面利润可以继续吃的。而且你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
如果说你要长期跟踪的一只票的话，我们不会全仓进出的。比如说我个人，我是不会全仓进出的，我是有底仓的。所以说，即使说那个卖错了，哎，它又往上走了，但是我还会等待三买或者说三卖出现的，对吧？所以说，不怕它往上涨，往上涨我有底仓，往下来的话我能再补回来。所以说，宁可卖错也不要买错，买错比卖错更严重。你买错了的话，你的资金就套在里面了；你卖错了的话，你卖完之后，但是那个钱回来了呀，你可以再去玩其他的股票。好的，这就是这个禅师的这个文章，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课的课后答疑。这个是当时的网友问的问题，这是07年4月26号。这只股票这是 A 股了，您怎么看？总感觉要向上突破，但总又上不去，很是困惑，请禅主指教。这个在我们小散户里面，这种问题都是非常普遍的，对吧？一只股票买了它不涨，就感觉是到底在干什么呢？也有很多人有这种疑惑，看一下禅师是怎么回答的。禅师回复：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不要为市场的选择而烦恼，而是要依据市场的选择及时反应。股票是要靠耐心的。今天的文章已经写得很清楚，如果你技术合格，可以用激进的第二种方式，这种就无需等待盘整，否则就必须忍受盘整。如果技术好一点，可以利用盘整去降低成本。先把思维改一下，市场走势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对吧？市场是永远是对的，你只要去根据市场的选择而选择就好了。禅主跟帖，网友跟帖，请禅主帮忙看一下这个金宇集团高位，也就是今天和昨天换手率都在14%以上，是怎么回事？是开始出货了吗？我看不懂，有点害怕，请禅主指点迷津。禅师回复：这些概念都是无聊的，天天都有人出货，也有人买货，否则哪来力来成交？关键是看走势本身，还有你自己的操作级别。如果你是1分钟操作级别，几乎天天都要有卖出的时候；如果你是日线操作级别，那现在有背驰吗？对吧？还是要定级别、定周期。所以说你在操作进场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交易的你现在进出是在你选定的交易周期里面的买卖点吗？一定要问问你自己，对吧？不是任意的位置都要进出的。就是说，问问自己，现在是你定下来的那个交易周期的买点吗？要问问自己。网友跟帖，禅姐姐请教一下，站在大级别的年市的前提下，应该是牛市，我们降低成本与赚取多筹码是否可以更激进些？比如现在看好某几只或者某只股票，现在开始有机会就先赚筹码，赚它个 N 多，然后等到该股票价格翻到一定程度时，再抛掉50%或80%，这样做是不是盈利更快？另外，在底部赚筹码成本也低一些，毕竟我是小散，投入股市的钱也不会上千万，更不会上亿，不会筹码赚着赚着赚成大股东的。禅师说，开始先降低成本，开始先降低成本，成本低了，持有的心态自然就好。操作不能把基础放在假设上，而是无论任何情况都可以自如应对，对吧？我一直在强调成本，成本，成本，你的最终的成本决定了你的心态。你这个股票再好，你买了特斯拉呀、苹果呀，还是英伟达，但是你在高位接的盘，那你的成本不可能好啊。虽然说这个公司是好公司，但是你是在高位那个追进去的，你说你的心态可能好吗？所以说你的持仓成本决定了你的那个心态。而且吧，很多人喜欢假设，哎呦，今天假设这个会不会大涨，明天假设那个会不会大跌，对吧？天天假设这些玩意儿没有任何意义啊，不能落地。你的这些东西不能落地的话，不能够指导你每天交易的话，都是无意义的。好的，那么呢，刚才就是我们选的这个文章以及那个禅师的一些回复。我们来看一下下周。下周啊，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数据要出来了，就是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对吧？又是跟就业相关的。然后周四也有一些就业数据，还有这个PMI 指数。周三是 ADP，也就是叫小非农数据，还有跟原油相关的。周二也是制造业，还有这个 JOLTS，就是看哪些
职位公开出来了，开放出来了。然后周一的话是这个美联储主席又出来讲话了。哎呀，不管怎么样啊，还是要看数据，因为就这个呃，最近几年这个美联储已经把大家给培养成了什么？就是看数据。他们告诉市场，我们也是看数据的，我们就是基于数据来制定我们的政策的。数据好，那个是不是那个要降息，是不是要加息，加多少，都是根据数据的。所以说，市场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市场已经帮他们做好了功课了，在他们公布利率的时候，市场已经根据市场上就是已经有的数据，已经有答案了。虽然说最近的这次加了50个基点的这个降了50个基点的这个好像出乎了大部分人的预料，但是也有一些人也是预测了要降50个基点的，而且美联储也说了，他们7月份那次应该降，但是因为他们7月份在他们这个利率公布之前没有拿到这个非农数据，所以说他们如果说他们在利率公布之前拿到非农数据的话，他们是会降的，他们只是把7月份跟9月份的叠加到一起了而已。所以说，不论怎么样，不论怎么讲吧，都是要看数据。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周四周五相对来说可能重要一些，但是其他的话这些关键的时间点我们要关注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要分析的这些个股以及指数。先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看一下这个月线，本月又是一个大涨，目前是涨了1.59%。那么下周还有一天，对吧？礼拜一还有一天的话，这个9月份就要收官了。那么9月份收官之后，马上要进入这个10月份的财报季了。所以说，现在在月线上我们是没有顶分型的，这是我们最明确的能够看到。那么10月份想要出现顶分型的话，那么要是出现这种形态，当然了，不一定是这么大，可以是稍微一点点，也可以。无论怎么样的话，都要跌破这个位置。都要跌破5402.62，10月份只有跌破了5402.62，才有可能出现顶分型，对吧？这就是缠论告诉我们，第一时间我就能知道这里是有顶分型了。那么第一时间知道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了顶分型以后，前面也是出现过顶分型，你就要关注了，这是第几次出现顶分型？因为啊，这个顶分型有点类似刹车，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有点像刹车。那么这个一次刹不住，两次刹不住，三次刹不住，四次能不能刹住，对吧？它刹车之后，你发现刹车之后，如果说它向上的动能小的话，说明这个刹车系统是有用的。除非是你踩刹车的时候踩错了，踩在油门上了，那上去的力度越来越强，说明你这个刹车是没有用的。所以说这个顶底分型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跌破了5402才会出现顶分型。如果说10月份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话，跟9月份出现一个包含关系，那么就再等一个月，就看11月份是向上选还是向下选。但是11月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月份，大家在美国的朋友都知道，11月份要美国大选了，那么又是一个对市场来说又是不确定因素的那么一个月份。所以说，至于11月份是向上选还是向上选，我们到时候再看。这就是在月线上。好的，我们看一下3491，我们现在只是在月线上观察完了吧？那么你想观察的更细，我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还有它的次次级别，因为我们是用大周期先看方向来类似一个 GPS， 这我多次提及的，看看大方向现在是一个向上整理趋势向上的，还是说它是一个向下的，对吧？这就是找到一个大盘感嘛。那么只有看大周期才能给到你这种非常直观的一种大盘观。现在一看就是一个大牛市啊，对吧？大周期上、月线上都是在这种月线上往上爬。那么很多人天天害怕着那个要暴跌呀、又是什么要那个什么拿那个2000年那个科技泡沫啊，还有什么之前的那个美国衰退那些来比较，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对不对？这种大周期上都没有出现。前面这里是出现过3个月的下跌，都没有延续。这里虽然说因为当时疫情的原因出现了一波杀得很猛，这不是又上来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天天自己吓自己。那么图形上，尤其大周期的，会给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我们看一下3491上来之后，它的内部，只有看它的内部，我们才知道更细的，就是说通过你看图形来给这个经济或者给这个国家把脉，对吧？那么看大周期是一方面。那更细的话，能够观察到更多的东西。
3491第一个中枢离开，然后这个离开段就刚才我们在读禅师的文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小 B 段没有背驰，那么没有背驰意味着它要在上面做第二个中枢了。至于这个小 B 段它走多远，那我们不知道，对吧？起码它是跟这个小 A 比较的话，小 A 段没有背驰，那么意味着在上面要做中枢，做出第二个中枢之后，可以再打一个高点，结束整个的3491上来。所以说这个上升没结束呢，那么没有结束，那么回来的话，针对这个中枢是300，你可以用这个斐波那契看一下，假设5767就是最高点，那么回到5131、4935还是4739都是300，这些位置都是300，只不过就是哪个300你更想做，对吧？那么到0.382和0.5的话，说明这个回撤的是浅，那么我还是敢大胆尝试做多的。如果说直接砸到了0.618，也就是4739的话，说明这个下来的这个可能比较深了，它完全是可以一个弱反，直接往下走。那么这个时候我反而不做它，我可能这个位置要大胆的卖，或者说全仓卖出的，因为走反向了，晓得了吧？所以说这个300、300的位置不同，那么意义是不同的。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周线上，现在周线上也是一样，没有顶分型，本周又是出现了一个高点，又没有出现顶分型，也是跟刚才分析月线一样，想要出现顶分型，要跌破本周的这个低点，也就是5698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周线上。那我们现在再继续降低周期，利用我们的区间套看这个这个中枢的这个小 B 段，看它这段的内部结构，日线4103，那么这个在日线上这个结构就可以操作了，对吧？因为日线这个周期已经够小了，可以你如果说上班族的话，利用日线来做，可能一周能做个1、2次的这个交易，这已经频率已经够高了。那么这就是日线上从4103，那么一个1、2、3段构成这个中枢的进入段，然后开始中枢震荡，然后又是一个3段离开，对吧？之前有朋友在这个频道里面问，为什么比较的这个位置是从4103比较，而不是从4682？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对吧？可能当时也不是每天都在讲为什么，那么我讲过1次2次的时候，不可能每天都在重复啊，对吧？既然有朋友问，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比较4103，或者说可以比较4103的原因。现在是中枢是有了，这一点很明确了，对吧？那么中枢有了之后，我们就要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那么为什么是4103这里开始，然后是5119呢？因为4103这里是3笔，然后这里5119也是3笔。那么在缠论里面，它利用递归的话是3笔就可以递归成一个线段，3笔递归成一个线段，3笔递归成一个线段。那么针对这个中枢，它的进入段跟离开段的级别是相等了，级别相等之后，你就可以比较它的力度了。在之前这个5767没有出来之前，也就是在没有打这个高点之前，它在这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比较这3段的，因为它的不一样啊，对吧？它这个级别不相同，级别不相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比较这个2段的，前后2段必须级别相同的情况下你才能比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之前是用4682，后来要用4103的原因。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好的，那么再回到这个中枢这里，现在这个从5119已经有3段了，我们也比较过这3段的力度。先看一下这3段，现在是到了0.618之上了，对吧？0.618刚好是在0.618之上。那么再往上走是5934，5934的话就是等比例。也就是从5402到这里，跟前面这里的这段比例相同，空间相等，空间相同。之所以要测是不是等比例的原因，就是要看它有没有背驰，主要就看这段能不能够有背驰。如果说不到5934直接掉头的话，那肯定是有背驰了呀，因为它这段的力度没有前面强啊。就我现在比较的就是这3段嘛，第一段跟第3段，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测这个是不是等比例的原因。那么到了5934也是可以掉头的，因为前面同样的空间，从5119到这里，它有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回调了4.4%，
对吧？当时它是这么大一个空间，回撤了4.4%。同样的，从这个5402走同样的一个空间，会不会也回调一个4.4%的一个空间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测一下这个等比例的位置的原因，这就是背后的技术意义。好的，那么现在是5402，现在是虽然说在日线上它比前面这段弱，但是呢，这段要结束，两个都要看，一是要看日线上这个3段的这个力度，还要看它的内部是不是够饱满，是不是能结束了。只有它结束，你才能说它不能够继续往上生长了。那么这个时候，光看这个级别你是没有办法判断的，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5402，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好的，这就是5402上来的这段。5402上来，在我这里画了一个回撤做2买，这是1小时上，也是再次重复一下为什么这个2买这个意义在这里，因为呀，我们现在分析的时候是用1小时的时候，这个2买你看上去好像不怎么样，或者说空间并不大。如果说你这个周期是日线，或者说是周线，或者说是月线的话，那么这个2买它就这个空间就够大了呀。你如果说忽略到这个2买的话，你等到这个上面再做这个2买，那这个离已经涨出去这么多了，那么你是相当于这个不是处在最优势的位置，这个2买是最优势的位置。从这是1买是很难抓的，一般1买都比较难抓，那么2买因为是有一个参照物，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抓。那么你在这个位置进和在这个位置进，因为这里也是一个回撤嘛，对吧？它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2买。你看一看，它们中间有这么大一个空间呢，你到这个位置一减一点，然后后面还可以继续拿，所以说这个也可以当做一个类2买。那么它的心理上的那个意义是更大的，你更有优势。这个2买你进场的话，你的持仓你更有优势，你更能拿得住，你更能拿得住。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即使它不能够严格定义来当做一个2买的话，但是它是有回撤，这么市场上是有回撤这么一个动作去这个测一下前面这个低点，这个位置是不能忽略的。如果说在当下的话，我们现在讲的重点是当下你要发现它，然后去操作它，对吧？所以说，理论分析是一回事儿，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你的交易策略。那么就是在这个位置，我再说一下。那么在1小时上，现在又出现了中枢了，但是呢，它这个位置出现中枢之后，3段构成了中枢，后面的它这个一直不够比，虽然说从5712到5767这个上涨有空间，但是它不够比呀。那么回撤也不够，现在是上涨也不够，回撤也不够，就看先出哪个高点，是先再次突破5767，还是说再跌破这个低点5721？你要么是突破5767，要么是跌破5721，才可能出现变化。突破5767的话，意味着是从5712，哎，这段成比了。如果说选择跌破5721的话，意味着是5767下回撤成比了。所以说呀，那么不论怎么样，都是在做中枢震荡，往上走了，力度弱了，减一减。往下来了，脱离不了这个中枢，不会出现3卖，那你再加回来，对吧？所以说现在还是在处于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那么下周又有这个非农数据，那么在非农数据之前，那么就是一个中枢震荡，对吧？只要不快速往下走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的，这是针对指数，我们啰啰嗦嗦说了半天，然后呢，再看一些其他的。我们在看其他之前，先看一下这个 VIX， 这个的话是一个震荡指数，在周五啊。你看现在这个波动的这个百分比，在周五的时候，指数是跌了0.13%，但是这个 VIX 是涨了10.35%哦，发现没有？周五的时候是这个波动指数涨了10.35%，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机构有大鳄进场了呀，他们是买了这个对冲啊，对不对？现在周末的话又有这个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的一些消息出来。
不知道在周一开盘的时候会不会刺激到股市一波下杀。那么现在这明显是有人进场了。我们之前是一直说这个在日线上它有一个两根均线，120天和200天都在这个位置。然后你看它这个下跌的这个面积跟前面这个面积比弱呀，说明这个回来的不够狠，也没有能够压到这个两根趋势线之下。看前面这里都不能压下来，对吧？都被压到这个趋势线之下了。这是踩到这个趋势线得到支撑，相当于几次？你看一次、两次、三次，相当于3次在这儿踩到这个趋势线上，然后得到支撑往上冲。那么下周的话，看看这个会不会是要一个指数那面会不会有一个大幅下杀，或者说一个小幅下杀吧？但是现在这里肯定是有人进场了，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会不会延续往上走，再次去到24，那这个如果说它要往上走的话，指数那边可能就跌幅就比较大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点的。还有，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就是A 股，为什么要看 A 股呢？因为大家炒股的人应该最近也都知道，中国那边最近这一周是非常的猛烈的一个拉升啊。那么它这个图形上，在很多群里面也好，很多这个论坛上面，大家讨论都很激烈，对吧？现在是不是应该进，还是应该买什么？我不是在这里那个要让大家进或者让大家卖，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这个图形其实很有意思的。这是上海的这个上证指数，这是上证指数。那么在禅师的一些文章里边，他也多次提及这个。那么我们之前也有过拿他的这个来做例子，给大家那个做分析。图形嘛，任何图形都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分析它这个方法，分享这个方法，而不是来讲某一个具体的例子。你看它这个上证指数，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3M，意味着每一根 K 线都是一个季度。每一根 K 线都是一个季度，这是从90年开始就有的 K 线，你发现没有？它这个从90年开始的全部都在一根趋势线之上，所有的这些都在这根趋势线之上，所以说这个趋势线还是很牛的，这根趋势线还是非常厉害的，它一直就没有跌破过这个趋势线，或者说没有有效跌破过这个趋势线。那么只要不有效跌破这个趋势线之下，那么不往下走的话，那么这个都是一个说明这个趋势没有结束，或者说这个趋势没有被破坏，对吧？前面是有过一段可能跌破了这个趋势线，但是没有被有效跌破，没有长期在这个趋势线之下。所以说它这个趋势线，你一看这个趋势线，你通过这个趋势线你也知道，它整个大的趋势还没有被破坏掉。所以说这根趋势线是相当于一个生命线了，对吧？相当于一个生命线。那么那个图形结构的话，现在看一下这个季度的图形结构，下面有一个大的那个季度中枢，这里出现了第2个季度中枢，然后这里还出现过一个季度的一个300，这个300在禅师的文章里面是说过它的，当时他在禅师文章里面是说过这个300的，只要回拉不回到这个中枢都是300，在禅师的文章里面是提到过这个的。那么这个300是应该是1664那个最低点，对，1664.925，1664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点位就是1664了，上面是6124，下面是1664，就是季度这个大的300。那么出现这个300之后，它又在这里震。那么现在就是已经出现了季度的底分型了，这里已经有了季度的底分型了，对吧？那么至于它往上走的话，先看就是季度的中枢喽，中枢上沿儿。也就是前面这个位置，看一下这个高点，3478，对吧？你看前面有过几次尝试到这个3478，这里也是在3478上面待了一阵儿，然后又下来了，对吧？所以说3478、3500吧，3500附近，3500上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压力位置。所以说你要往上走的话，就立刻就面对3500左右的这么一个目标。如果说它要往上走的话，3500就是现在这个一波。想要出现突破3500的话，那可能基本面那里可能要给到一个相应的一个配合。现在虽然说政府大力的一个支持股市，央行也好，或者说各个方面的政策来那个加大力度，要把这个股市弄好，但是。最终还是要，因为股市是基本面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是一个预期，对吧？如果说你的基本面
并不能够跟股市对应的话，你看美国的股市天天往上涨，那么有基本面的那个支撑啊。如果说基本面没有支撑的话，那大概率就是一个震，大概率就是一个震。所以说，针对 A 股的话，那往上走，我们就看3500、3600这个位置，这是在图形上能够很清晰的给到一个表达。好的，那么的话，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单说这么40-50分钟，那么也不再说其他了。那么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